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5月4号，据媒体报道，有着抗癌歌手之称的31岁女星李明蔚于2012年患上罕见癌症鼻咽腺样囊性癌后，9年来一直努力抗癌，可惜最终仍不敌病魔，于4号下午病逝，终年31岁。李明蔚于2010年以组合小龙凤之名出道，长相甜美，有一把好嗓子的她，本想勇闯娱乐圈，却因一天突然大量流鼻血，检查后才发现患上罕见癌症。此后，李明蔚踏上了漫漫的康复之路，先后进行过4次电疗和30多次化疗，声带和鼻腔都受到影响。即便这样，她仍没有放弃钟爱的歌唱事业，治疗的同时仍继续唱歌。可惜李明蔚抗癌9年，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病魔。那么今天小关就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罕见的癌症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李明蔚的生前好友马俊伟于5月4号当天傍晚，在李明蔚的社交平台带其家人发布公告，宣布了他的死讯，并感谢各方对明蔚一直以来的关心、支持和爱护。前2年，在李明蔚身体还没有特别糟糕的情况下，他跟爸爸接受了媒体的专访。爸爸谈起小时候的李明蔚，一脸开心自豪，看着女儿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又忍不住落泪。爸爸回忆称，李明蔚从小就很喜欢唱歌跳舞，特别可爱。因为自己也开了琴行，所以李明蔚也略懂吉他和钢琴，可能就是那时候耳濡目染，爱上了音乐。2010年，还在加拿大读书的李明蔚回到香港，以小龙凤组合的形式出道，还拍摄了广告。这时候爸爸才知道女儿有意踏足演艺圈。爸爸说，其实我不是很支持，太辛苦，但是看她拍了广告又唱歌，我也没有特别反对。李明蔚是家中独女，爸爸一直当她是掌上明珠，后来爸爸便跟她协商，希望她继续学业，等学业完成后再加入娱乐圈。谁知道才刚刚返回加拿大3个月，李明蔚就忽然出现流鼻血的现象，而且断断续续流了2天也没有止住。当时以为是天气干燥，后来去了当地诊所才知道她身体有肿瘤。当时检查后发现有一些小肿瘤在她体内，于是返香港再做检查，发现鼻咽内是有肿瘤，但又不是鼻咽癌。如果是鼻咽癌反而还有的治，但它偏偏是另外一种病，没有癌指数，当时觉得好奇怪，只验出他体内有好多肿瘤。后来他经多方验证，最终被确诊为腺样囊性癌症。这个癌症被行内称作是恶性度最高的癌症之一。李明蔚的爸爸说，这个肿瘤会随着他的口水扩散到全身。李明蔚的父母早就离婚了，后来他们夫妻商量，由丈夫退休，全力照顾女儿。李明蔚的爸爸说，当年确诊的时候，他头脑一片空白，不记得有多长时间，自己每个晚上都失眠。他说自己宁愿代替女儿生病，而他们遍寻名医，得到的答案都是同样的，对不起，这个病没法医治。好在李明蔚够坚强，他说无论是什么方式，自己都会尽量试试。半年时间就坚持做了3次化疗和4次电疗。2016年，李明蔚的身体状况曾经一度好转，病情得到了控制。在一帮朋友的帮助下，他在2017年推出了唯一的一首单曲《交换爱情》。在录音和 MV 拍摄期间，李明蔚的身体又经历了多个难关，但他坚持完成了所有的事情，歌曲也顺利推出。从 MV 中可以看到，李明蔚声线细腻甜美，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非常抢镜。若不是病魔的折磨，颜值高、声线好的她肯定能够大展拳脚。因为病魔，事业遭受重创，感情也是如此。李明蔚确诊患病时才22岁，还是大好的花样年华。她与病魔对抗期间，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，但是最终男生提出了分手。
患难中的爱情抵不过现实的打击。李明威回忆说，他们相恋3年，对方很照顾他，但分手也是对方提出的。他没有去问为何分手，他明白对方有压力，所以也选择了放手。他说有一刻确实感到很失望，因为没有经得住这个考验。在录制完歌曲《交换爱情》之后，李明威的身体每况愈下。治疗后，医生封住了他的声线，他有一边脸已经面瘫，无法眨眼，面部变形，且连说话都很困难了。但他内心还是保留着自己的心愿。其实我最想可以再唱歌或拍戏，好想做这些，但是我知道会好辛苦的，现在的我也做不到了。我还想去做义工，可以帮更多的人打气加油。爸爸听到女儿的心声，也在一旁默默流泪。我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做，但是他有这个病，所以爸爸不让你去做了。尽管如此，李明威还是十分乐观坚强。这9年来，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抗癌的点点滴滴，并且出版了书籍《被选中的女主角》，分享生活感悟。他说，我知道爸爸为我的病很担忧，所以我要一直努力面对我的人生，我不会放弃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曾尝试免疫疗法，每隔2个星期就要打3支治疗针，每一针的价格又十分的昂贵，一针就高达4万港元。但是他也经常在社交媒体给大家打气。去年他更新自己的微博是这样写的，跟癌病搏斗8年了，是最不容易，一年一年看着自己的变化，每天学习忍耐，坚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，接受自己的路，放下抱怨，但不放弃。感恩上天给我时间去珍惜，盼望着那天的来临。感恩有很多支持给我动力的朋友。在大家面前，李明威无论多么痛苦，都展现了积极乐观的一面。现在他去了天堂，相信那里一定没有病痛。这位开朗善良的女孩又能放声歌唱了，祝福她一路走好。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都有疑问，鼻咽腺样囊性癌到底是什么？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做好预防呢？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王磊表示，腺样囊性癌是来源于腺体的一种低度恶性肿瘤，发病率较高，最常发生部位是腮腺、颌下腺和舌下腺等部位。此种肿瘤容易沿着神经生长，如舌神经、面神经，也容易血型转移。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可能是肺部、骨骼，因此肿瘤治疗以手术为主。如果肿瘤接近神经或对神经有侵犯，术后可能出现相应的精神功能障碍，如面瘫、眼睛闭不上、嘴角歪斜，或者舌头麻木、舌头运动障碍、讲话含糊不清、吞咽功能障碍等。王磊医生提醒，虽然现代医学在恶性肿瘤治疗上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，手术、放疗、化疗、靶向治疗等治疗手段的综合运用，很大程度提高治疗效果，相应的副作用也逐步降低，但恶性肿瘤仍然是当今生命健康极具威胁的杀手。医学上目前还找不到轻而易举战胜恶性肿瘤的理想方法。当面对恶性肿瘤时，为了更好的治疗效果，降低转移、复发概率，患者要做好杀敌1000、自伤800、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。面对治疗有可能带来的神经损伤的风险、器官组织的缺失或功能障碍，我们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个果断的取舍。其次，我们该怎么做到早发现、早治疗，更好应对腺样囊性癌等恶性肿瘤？王磊表示，目前腺样囊性癌等诸多肿瘤发病原因并不明确，与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，比如过度疲劳、生活工作压力巨大、缺乏睡眠以及不健康饮食或高龄、遗传因素、免疫力低下、基因突变等因素都有关。大家除了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健康状态外，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定期体检。体检可以帮人们发现很多潜在的毫无症状的早期肿瘤。市民平时也应该多注意身体的变化，
比如身体某处近期出现了一个逐渐肿大的包块、鼻涕或者痰中带血、声音沙哑、口角歪斜、面部麻木等等。凡是身体出现不舒服并且持续一段时间，建议尽早到医院就诊，排除早期恶性肿瘤的可能，以免耽误最佳治疗时机。在节目的最后，小关也想再一次祝愿李明威一路走好，也希望李明威的家人可以早日走出他去世的悲痛，带着他的希望好好的生活。同时也希望观友们能引起重视，对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做出改变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